家人们，欢迎来到咱这热热闹闹的婚介所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姐。咱这地儿啊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又充满烟火气的相亲事儿发生，我就爱跟你们唠唠这些事儿。真心感谢大伙儿一直以来的订阅，每次看到你们在底下留言支持，我都特别开心。要是今天这故事能戳中你们的笑点或者泪点，别忘了给丽姐打赏点茶钱，让丽姐也能乐呵乐呵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，那可真是绝了，保证让你们听得目瞪口呆。啥叫相亲里的高要求？这位王小姐简直就是把这3个字演绎到了极致，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反面教材。我这就给大伙好好讲讲，她是怎么把高不成低不就这事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最后还把男方吓得落荒而逃，直接拉黑的。先来说说这故事的主角王小姐。她32岁，正值青春尾巴，本应是享受生活、收获爱情的好年纪。王小姐家里条件那叫一个优渥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在当地商圈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所以啊，她爸妈给她安排的相亲对象，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、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。这些人要么家境殷实，从小衣食无忧，要么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在行业里崭露头角。学历更是一个比一个高，不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就是有着高学历的光环加持。按道理来讲，就凭这条件，王小姐找个如意郎君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可现实却给了她一个又一个大跟头。为啥呢？问题就出在王小姐那高得离谱的婚恋标准上。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姐，她穿着一身名牌，妆容精致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自信。哦不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刚一坐下，她就直截了当地跟我说：丽姐，我对未来另一半的经济要求很明确，每个月得给我8万生活费，少1分都不行。实在不行，最低也得5万。我当时听到这话，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王小姐到底是把自己当成啥身份的人了呀？这要求也太离谱了吧！家人们，你们仔细想想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而且还是每个月都雷打不动的给的固定费用，8万呢。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眼里，这钱都够一家人舒舒服服过上好几个月了。可在王小姐这儿，仅仅是她1个月的零花钱。这哪是过日子，简直就是过着古代帝王般的奢华生活。关键是每个月都得按时给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谁提出这么霸气侧漏的要求。还没完呢，王小姐紧接着又补上一句：我希望以后家里所有开支，从日常开销到房贷车贷都由对方承担，我就负责开开心心的花钱享受生活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这要求简直就是让人怀疑男方是不是开银行的，不然谁能扛得住这么折腾啊？当时我心里那股火蹭的一下就冒起来了，心想着这姑娘也太不切实际了。可咱毕竟是吃这碗饭的，得有职业素养，不能轻易发火。于是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，尽量和颜悦色地跟王小姐说：王小姐啊，您看您提的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虽说经济基础在婚姻里确实挺重要，但咱也不能光看钱啊，爱情可不是用钱能衡量的。您这要求会把好多优秀的男士都吓跑的。可王小姐一听我这话，立马就不乐意了。她眉头一皱，语气里带着点委屈说：丽姐，您是不知道我的苦啊，我都经历过3次失败的婚姻了，现在还带着个孩子，我就想找个能给我和孩子提供更好生活的人，我觉得我值得拥有这样的生活。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听到王小姐这么说，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。确实，作为一个离异还带着孩子的女人，她心里的压力肯定不小。她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，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。但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在是太脱离实际了。我就耐心地跟她分析：王小姐，您想给孩子和自己找个好归宿，这想法没错。但您要求一个正常的男人每个月给您8万生活费，还得承担家里所有开销，您得考虑考虑现实情况啊。就凭这些条件去找对象，真的靠谱吗？这么高的要求，要是遇到个脾气急的男士，说不定还没等见面，人家就直接把您拉黑了。可王小姐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，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。她还振振有词地说：丽姐，我身边的朋友嫁的都不错，
他们的老公都能给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，我条件也不差，凭什么我就不能找个更好的？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知道一时半会儿也说服不了他，只能按照他的要求继续给他寻找合适的相亲对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我给他找到了一位男士。这位李先生从外表看给人一种特别稳重靠谱的感觉，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，眼神深邃而坚定。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多年，事业做得有声有色，收入也相当可观，在同龄人里绝对算是比较优秀的了。我当时还想着，说不定他俩能擦出点爱的火花呢。到了相亲那天，我特意提前叮嘱王小姐，让她说话别太直接，也别一上来就提那些苛刻的要求，先跟人家好好了解了解。可王小姐压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两人一见面，简单寒暄了几句后，王小姐就迫不及待地把她的那些要求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李先生一听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他原本带着微笑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，眼神里也透露出一丝不悦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就暗叫不好。果不其然，李先生直接就怼了回去：8万生活费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是有一定的收入，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愿意为你花这么多钱？你自己带着孩子，为什么不先考虑自己能做点什么，而是一门心思等着别人来给你提供一切？这话一出口，整个场面瞬间变得剑拔弩张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王小姐估计也没想到李先生会这么直接地反驳她，一下子愣在那儿，张着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神里满是尴尬和愤怒。李先生也没给王小姐反应的机会，直接拿出手机，给她发了一条消息：对不起，咱们不合适。然后连头都没回一下，就把王小姐拉黑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能想象当时那个场景吗？王小姐站在那儿，一脸的惊愕，估计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呢，作为红娘，看到这一幕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，但我还是强忍着，毕竟这时候笑出来不太合适。王小姐站在那儿，呆愣了好一会儿，才缓过神来，她眼眶里闪着泪花，委屈地说：丽姐，我只是想给孩子和自己一个好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我看着她，心里既同情又无奈，说：王小姐，你没错，错的是你把婚姻当成了一场交易。婚姻是两个人相互扶持、相互理解、共同成长的过程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无限索取。王小姐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她叹了口气说：丽姐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我一直以来都太盲目自信了。这件事过后，我一直在思考王小姐的高要求，一方面能理解她为自己和孩子找个更好的依靠的心情，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实问题，相亲不是买东西，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有的。婚姻是一种相互扶持、共同成长的过程，单靠条件要求能找到合适的人，那是个大大的问号。就像我们在生活中，很多人在相亲时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，有车有房，月薪必须6-7万。这些条件看似没有错，但实际上，很多男士可能连1万块的生活费都不愿意支付，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我们要找到一个好伴侣，不仅要看他的经济条件，更要看你们能否在一起相互支持、理解和帮助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给一位姑娘介绍对象，那姑娘要求男方必须有房有车，而且房子还得在市中心。我给她介绍了一位男士，男士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就是房子在郊区。两人见面后，姑娘一听房子不在市中心，当场就变了脸色，对男士爱答不理的。男士也察觉到了姑娘的态度，吃完饭就借口有事离开了。后来男士跟我说，我觉得这位姑娘太物质了，我虽然房子在郊区，但我有能力给她幸福，可她连了解我的机会都不给。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，婚姻不仅仅是物质的堆砌，更是心灵的契合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能够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回到王小姐的故事，经过这次相亲失败，王小姐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她找到我说，丽姐，我想通了，我不能再这么盲目的提要求了。我想找一个真正爱我和孩子的人，一起过平淡幸福的生活。我听了她的话，心里很欣慰，说，王小姐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
我相信，只要你调整好心态，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从那以后，我又陆续给王小姐介绍了几位男士。这次，王小姐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上来就提苛刻的要求，而是认真的和对方交流，了解彼此的兴趣爱好、生活习惯和价值观。终于，在一次相亲中，王小姐遇到了一位让她心动的男士。这位男士是一名老师，虽然收入不算高，但他为人善良，有责任心，对王小姐和孩子都特别好。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感情越来越好，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现在王小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她经常跟我说，丽姐，多亏了你当初的提醒，让我明白了婚姻的真谛。要是我一直执迷不悟，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家人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你们一些启发，让你们明白在婚姻中，物质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相互理解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婚恋困惑，欢迎来找丽姐咨询哦。感谢大家的订阅，喜欢这个故事的话，记得打赏请丽姐喝茶，下次故事更精彩。